这里是热带雨林深处，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就必须找一个干燥、通风的地方搭建庇护所。热带雨林是一个闷热潮湿的环境，但不管它再潮湿，总会有相对干燥的地方。山脊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通风干燥，阳光也能照射得到，是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。所以现在我要从密林深处出发，往山上走，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。像这种灌木林里面的话，就是比较干燥，特别适合搭庇护所。在哪种环境就搭哪种庇护所。我要搭一个热带雨林专用庇护所。首先我要搭一个能躺得下我的小床，床必须隔离地面，能有效的防止蛇虫鼠蚁的侵扰，还能隔绝地面的湿气。很快我就搭好了一个腾空的小床。哎，真舒服。现在就差一个顶棚，就可以拎包入住了。我决定搭一个帐篷形状的顶棚，树枝插在土里，能增加顶棚的稳固性。在雨林里面，这个就是天然的绳索。在野外没有绳索，藤蔓就是最好的捆绑物。把主干捆好，还要横着搭一些树枝，会更稳定。接下来盖顶才会更方便。简单的修理了一下多余的树枝，很快我的顶棚骨架就搭好了。盖上芭蕉叶就可以入住了，还是相当漂亮的。野生芭蕉树在热带雨林随处可见。芭蕉叶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叶片大，防雨效果好，是用来盖顶的不二之选。由于叶片够大，覆盖面积也广，所以我这个庇护所很快就盖好了。这棚子终于盖好了，这芭蕉叶盖的防雨效果特别好，这样晚上在这里睡觉的话，不管它下多大的雨都不会湿身了。庇护所是搭好了，但是还差了生存必不可少的火堆。我周边的藤蔓特别多，就地取材。我决定用藤蔓搞一个绳索拉锯取火。这雨林的天气比女朋友的脸都变得快。你看，棚子刚刚搭好，就下着大雨来了。没问题，这个雨完全能扛得住，能保持身上的一个干燥的状态。这个皮给它扒掉，让它干得更快一点。干了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取火的装置了。把它晾干就可以用了。这种取火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尝试，不知道能否成功，但我相信我的技术一定可以的。嘴上说着没问题，但实际心里还是没底，所以我决定多搞2根藤蔓备用，就等它晾干，能否取火成功就看这一把了。你知道如何利用一根树藤取火吗？今天是我在热带雨林的第2天，没有火堆的温暖，使我在这里睡觉都睡得很不安稳。晚上睡觉全是蚊子的侵扰，今天我必须搞一个火堆出来，抵御蚊子的侵扰。海哥这睡了，起床干活了。哦，这才几点呢？起来了，快给我找几根干木棍去。哎呀，真的。小林哥来教你们如何生火。首先我需要准备一点火绒，干竹子上刮下来的最好不过。然后把准备好的木棍去皮劈开，但不能完全劈成2半。在劈开的缝隙中卡上一根小木棍，千万不要小看这条缝隙。有了这条缝隙，摩擦取火时氧气才能够进入，最终才能取火成功。任何一种徒手取火都是费时费力的，如果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，失败率是极高的。不过好在老天眷顾，让我成功取出了火。现在火堆生好了，还缺点食物。哎，不管了，随便找点东西先烤着吃吧。我身后找到一棚竹子，过去看一下有没有竹笋可以挖来吃。正好现在火升起来了，咱们可以吃一顿熟食了。这里正好有一颗竹笋，给它砍了。烤竹笋不需要去笋叶，这样包着烤，不仅能烤熟，还不会烤黑，烤出来的效果特别好。这都烤缩水了，哇，来，还有我的哈，老甜了这个笋。你不是说挺甜吗？确实挺甜的嘛。哦，
能吃就行。赶紧吃啊，没得吃了，现在。多钱的一根笋，他不会吃。可能是刚才取火消耗太大了，我是真的饿了，以至于微苦的笋都让我吃的特别香。哇，满足啊！身处热带雨林，那么你永远可以不用为了食物而发愁。在这个动植物的天堂，只要你善于发现，总能找到吃的。像这种水沟的话，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，有水的地方必然有食物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土堆，这土堆里面有好东西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一个洞，全石头，抠都抠不动了。洞口在2个大石缝中间，抓不到了，没办法。看这种小石头可能还有点收获。小螃蟹一个，好小啊！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比之前那个大太多了。哇，特别的干净，这螃蟹。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，还是蛮不错的，大大小小的都有。光吃螃蟹的话，食物太单一了，所以我决定弄点棕榈芯。棕榈芯里面富含淀粉，在热带雨林它是比较好获取的碳水来源。首先我要把棕榈芯用石头敲碎，然后再把敲碎的棕榈芯做成一个饼的形状，铺上我今天抓的小螃蟹，一个蟹饼就制作完成了。但是为了更方便烘烤呢，我还是决定用芭蕉叶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子烤出来会比较完整。烤了差不多1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这看着怎么不太对劲呀？黑乎乎的。味道有点苦。哎，螃蟹还好，比较鲜，有股鲜味儿。这棕榈有点发苦。螃蟹味道不错。这种山螃蟹就是肉太少了，味道还是蛮鲜的。其实，还有点扎嘴，挺好。